这一队有请。男嘉宾小李24岁，来自河北互联网运营；女嘉宾小新24岁，来自河北程序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大学同学是吧？嗯，对。现在2年了是吧？对。现在怎么个情况来这儿啊？就他为人比较自私，然后就一点都不考虑我，但因为他是我初恋，我就很纠结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哦，那就说说吧。有一次他同事想找他开车，他不想借给人家，他就说我给开走了。后来那同事就打电话到我这儿，说急事儿看那车能不能开。我不知道这事儿就露馅了，他就把责任就推我身上，他说是我不同意，就他也没办法。这个事儿你应该帮我圆一下啊，因为我跟那个朋友认识嘛，然后他不是特别熟悉，然后你得罪一下他，我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吧。这是女生觉得就从这一点，我就看不惯他拿我当枪使啊，处理方式不一样哈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是他同事结婚，他人不去，他连份子都没有随，我就觉得一个公司的你至少面上得过得去吧。我跟那个同事就是我俩上不来，然后我不想给他随份子，然后我也不打算就是比如说我结婚什么的，然后让他给我随份子，就是我不想就是跟他有过多的交集或者交往。这不是人家有想法吗？他对你好嘛，其实那个不重要，他怎么对其他的同事他对你怎么样？他吃饭根本就不考虑我，净点自个儿爱吃的。对啊，我问你吃什么，然后那你顺口就能帮我点一下的。你说随便，那我就点呗。然后你想吃什么，那你就自己点呗。然后我点2个，你点2个，那咱就凑一桌菜就吃就得了。那你就不能顺便问问我？那我问你，还有看电影，他喜欢看战争类，我喜欢看科幻类，他就觉得那就分开看。就是他看他的，你看你的。对，他看他的，我看我的。不是，咱俩干什么去了？看电影啊。那我想和你一起看呀，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吗？那你就跟我一起看呗。那为什么不是你跟我一起看啊？就得让我去迁就你啊？不是，你要是想看电影，那咱就看电影；你要想跟我在一起待着，那咱可以干点别的事儿啊。还有一次啊，他这什么理论挺逗的。他那个下雨打伞啊，他都不帮我打，人家别的男生那伞都在女生那儿，他就在他那儿，我这边都淋湿了。不是，我也没有在我这儿，就我俩中间走，然后我就把伞放在中间，然后他可能那一半淋湿了，但是我也淋湿了呀。他说啥？他说我穿的皮鞋，你穿的亮鞋，你趟水没事儿。你穿的什么？亮鞋。然后说凉鞋是吧？对，说你趟水没事儿。那个我那鞋一趟就坏了，然后他就打着伞跑了，就把我扔雨里边了。后来我上前问他，我说为什么把我扔雨里边？他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但那临头各自飞。因为那个事儿吧，就是他说的就是这像一句玩笑话，我觉得。那当时我多心寒。皮鞋和凉鞋那个事儿嘛，就是因为我穿皮鞋，然后他穿凉鞋，如果他穿的那个鞋也是不容易着水的，就我也会让他这样嘛，这就是为了一个咱们的东西就是好嘛。可是你都没有考虑过我趟水，我又淋雨，我又趟水，我不会生病。然后咱们俩一起就是有说有笑的，我就看快到了，然后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我就跑上去了吧，我也不知道你生气了呀。然后你就明显那句话就是玩笑的嘛，跟你开一个玩笑嘛。还有平时出去玩，然后去便利店买水，根本就想不到说旁边还有一个人，说我也帮他买一瓶。你说你渴了，那你就告诉我吧，那我就给你买一瓶。那你顺口问我一句怎么？明明去一趟就事儿。那行，下回我问你一下行吗？然后有一次去杭州，然后我俩出去玩去杭州，就临时我奶奶又生病了，然后我说我就不想去了嘛，他就非要去，然后他就跟我闹气儿，他一晚上跟我闹了3、4气儿。因为当时就是这个事儿吧，就是属于一个毕业旅行吧，相当于，然后基本上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但是他奶奶临时有事儿嘛，然后我就当时肯定是有点不开心，然后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其实挺想去的，然后这么个意思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能不能去？那是因为你生气了，你老逼我，我不想让你开心。然后最后他答应我了，然后结果你玩。那是因为你逼我的呀。然后你玩的也挺开心的。你跟我闹气儿闹多大？这2个年轻人恋爱谈的哈。还有别的吗？让他觉得我第一次带他回家啊，我爸临时有事没来，我知道他想见我爸，我就跟我妈沟通嘛，我妈就跟我说你爸临时有事真是赶不过来，然后我就把这个事跟他说了，他2分钟之后他妈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就走了。
不是这个事儿，首先就是啊，他之前也去我家了，我妈招待他招待的挺好的，然后就是我家是什么情况，然后都跟他说的特别清楚。那我妈招待你招待的不好呗？我俩打算端午节然后去他家嘛，然后就提前2个星期，然后就跟他定好了，就说去他家。结果到了之后就是我是提前跟你说好了的吧，也没有去到他家，然后也没有见到他爸。当时我就是有点不开心嘛，而且他就是家里边人还总是在一起说一些悄悄话，就是我根本就不是人。我提前跟他说了，我说不能回去，我说只能住小姨家，他同意了。然后他去了之后，他去了之后，你没有说不去你家呀？他去了之后，我说的是去你家呀。他去了之后，我妈说，因为觉得我爸没来，我妈就把我姥姥姥爷都弄过来了，就为了跟他吃顿饭。我妈那天本来就应该上班，我妈还为了见我俩专门请的假，第二天还陪了我们一天。我知道他想见我爸，我就去跟我妈沟通呗。我知道他抹不开脸，我就去跟我妈沟通。然后我妈就说：“你自己给你爸打电话吧。”我给我爸打了电话，我爸说没时间，真来不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他妈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二奶奶住院了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之后他还回去跟我吵架，他说：“我觉得你家里人都不尊重我。”主要是这个事儿，我就是不开心嘛。然后这时候我妈就给我来电话，她说我二奶奶就是生病了。然后因为我二奶奶就是从那你去了顶什么用？你家里人都在，你去了管什么用啊？从我5年级开始，我就一直跟着吃饭，然后一直吃到大学嘛。然后我就走了嘛，他就不相信。他主要是那个点卡的特别好。我刚跟他说完，我爸来不了，他妈，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他和他妈串通起来骗我。不，这不是重点，这重点是你们都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没有考虑别人的任何感受嘛。我听了嘛，你去他们家等于没让你住他们家，让你住他小姨家，对吗？对啊，就是也没有去到他家，也没有见到他爸。不是跟他母亲吃饭了吗？跟他姥姥姥爷吃饭了吗？啊，对，不是可以了吗？他回去之后跟我吵架，晾了我1周。所以我就说年轻人不要那么自私，这事儿里面全都是透露着自私的因素，就是除了我还真是没别人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感觉我俩存在问题就是信任问题。当时我跟他在一起嘛，就是朋友嘛，一开始聊天，然后他说他家里边条件挺好的，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去他家这个事儿，然后我就是反应特别大，因为后来从他家回来之后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他之前说的什么条件啊那个事儿都是假的。去他家我就是想看看就是家里到底什么情况，然后他给我的感觉，他就是试探我了是吧？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总是藏着掖着那么个感觉。啥意思？家里怎么了？他说的是什么？然后你看的是什么？就是他当时在一起的时候说的，然后他家里边就是有别墅，然后有保姆，但是那我爸公司破产了。但是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就想你家里边什么情况，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，就是我也不是嫌弃你什么的，但是你总是藏着掖着的，我就感觉有点害怕。然后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什么想法呀？就有点不敢相信他。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什么想法？你什么想法？我不想结婚，我不想和你在一起。啊？为啥？但是就算是朋友，你也不应该。我不敢相信婚姻。为什么？就是惧怕。为什么呀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是看到了什么，还是听到了什么，还是经历了什么？总是有原因的。我经历的，我家庭。啊，就是也是特殊情况吧，反正就是现在我就是也有点不是特别敢信任他。就还有一次就是他在就是朋友圈里边出售一个2手的那个吹风机，那个吹风机还挺贵的，2000多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这个哪来的这个吹风机啊？然后他说是就是公司抽奖抽的。然后过了几天，我就发现有她闺蜜给她来消息，然后说我那个吹风机卖的怎么样了。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惊讶，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然后她说那吹风机不是她的，是她闺蜜公司抽奖抽的，然后送给她的，她打算卖了，然后钱就是他俩分一下。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，特别离谱。他说谎嘛，我就是更不敢信他了。其次，我感觉别人送的东西，要是卖了，然后再平分一下，是不是有点？基本上没有见过这种事儿。听明白了。就他这么一解释，我明白了啊。而且有一次他跟异性在一起，我也是比较抵触这个事儿。你别跟我提异性了，你和你那个异性呢？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个异性来找他玩，就是5·1的时候，我同意他跟他的那个异性去玩嘛，就是好朋友发小。
然后但是最后因为学校有闭宿，到11点之后没有回去宿舍，但是总是得找地方住嘛，他就跟那个男生住了一间房子。我感觉他这个事儿，那这件事之后我改了吗？但是这个事儿我只是对信任的人没有男女之分。我这个事儿之后改了吗？但这个事儿也挺大的吧？我改了吗？不是你说这事儿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说他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就是处理方式有一些问题。那我最后改了呀。那你呢？我每次说我介意你和那个女生的关系，你改了吗？我怎么没有改呢？你改哪儿了？我已经很改了。你当着我的面喊那个女的亲爱的。我都说了那是口误啊。口误啊？那你跟我解释，你还给那个女的夹菜。就最近一次回学校，他说好帮我去搬行李，然后他在那个拐角上碰见那个女的，那么多人，他就看见那个女的，然后跟我走了不到10米，他说你自己上去搬行李吧，我和他们去聊会儿天儿。这事儿我多难过呀！首先他说的夹菜那个事儿，是因为我当时去北京之前，因为要走了嘛，然后就跟人吃了一顿饭，就是吃的烤肉。那个肉呢，就是你不能老在锅里边烤吧，而且我就把它夹出来了，而且夹出来我也没有夹到他的盘子里边，我是夹到他旁边的盘子里边，而且我夹的时候你都没有给我夹个菜，你为什么给他夹菜？还有就是给他回宿舍搬东西，因为女生宿舍男生不让进嘛。然后我说你得把东西收拾好了搬下来，然后我再帮你搬走。然后他说行。我说你收拾东西多长时间？他说10分钟。我说行。然后就是路上呢，就是遇见就是2个女生一个男生。我说你在楼上收拾东西，我在下边也是干等着。我说我跟他们就是聊会儿天嘛。然后他就生气了，因为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，你在乎的是那个女生。我已经不需要你了，我可以自个儿来。我现在都不跟他联系了。然后他就是还是因为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保持异性距离，是因为我刚跟你在一起1个月，我知道我这事儿办错了，办得不好，然后我跟所有异性都保持关系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介意你和这个异性的关系，但是你没有改，你总说你改，你每次让我看见的都是你没改。不是，现在都不联系了，还那是因为毕业了。对啊，说明他还没有很重要呀。那如果现在还在学校，你是不是还要跟他联系？那我没有啊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现在说的话？你不是对我没有信任吗？我对你也没有信任。谢谢。听了很多情绪的话啊，女生好像今天给我能感受到的就是，男生你不重视我，你不在意我，你的心里只有你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男生的解读也非常简单，我听到了，你没有给我足够的信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。对这件事情能不能再往前走，我是迷茫的。对，所以现在就难了。我们有感情在这儿，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越不过去的障碍，所以该怎么办？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吃亏绝不亏，惜福才有福。我觉得挺受不了你们年轻人觉得生活应该各扫门前雪的这样的状态。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，男生你只在乎你自己的感受。情侣之间吃饭、看电影、喝水、打伞，这些小事都能成为女朋友抱怨你的原因，是我闻所未闻的。因为在谈恋爱当中，男生更多的在生活细节上对女生有一些照顾，是应该的。女生对男生有更多的体贴，是应该的。可是我没听说过哪个男生说，来，你就在水坑里走啊，你那鞋是凉鞋，我这个怕淋啊。我希望你调整你自己的思想状态。而作为女生来说，同样她是自私的，对吗？你也是。你包装了自己的家世吗？包装了。别墅是现在家里在住的房子吗？没有。其实我们住在哪儿都一样。我们住在平房里，只要我们的气节是高尚的，我们的修养是有内涵的，我们一样可以做自己的贵族精神。所以不要在乎那些外在的包装，不要跟你的男朋友隐藏自己的家世，因为他将来会是那个家庭当中的一员。所以第一，坦诚。第二，我非常不喜欢你们之间对待长辈生病这件事情的处理态度。两个人同时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奶奶有病了，你回去又帮不上忙。是，
老人生病，我们是帮不上忙，因为我们不是大夫。但是你见过哪家的老人生病了，周围没有子孙的陪伴？我没办法帮他输液，我没办法帮他看病，但是我是他精神的支柱，所以我们要在。所以再也不要让我听到类似的话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给到你们两个的建议，男生感知周围人的情绪是你需要去学习的，女生坦诚的做自己。好。至于你们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，我觉得还可以再看看，只要彼此都可以改，好吗？好，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在节目之前呢，这里也有一个你们大概故事概要的这个小台本，然后我开了台本以后呢，哎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男的这么自私，真的无可救药了。但是在台上两个人交流当中，我发现我们这个男生他的确有自私的影子，但是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人在有情绪的状态下呀，他就容易把这个事情给放大化、扩大化了。刚才你也说了，在你理解里面，对于婚姻有一个恐惧，所以你用了一些掩饰和夸大，但是也不小心给自己设了一个坑，导致你们之间产生很多的误会，对吧？对。而且呢，这个男朋友呢，有些不解风情，还特别较真儿，你们之间没有一个真正的恋爱的感觉。表面上看你们在谈恋爱，但是你们心里之间那种契合感非常的低。然后你说了一句话，一开场就说我舍不得，只是因为我的初恋。如果这句话是真实的话，那么你只是舍不得初恋了这样一个特点。我舍不得的是他。对，那你要分清楚，我是舍不得初恋，还是你说的我舍不得他。所以带着情绪去做一个判断，或者带着情绪去说事儿，对我们之间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刚才至少我觉得，在你对他提出质疑的层面上，男朋友提出来几个理由，至少我觉得我能够接受，对吧？我也问你吃什么了，只是你觉得我问的少，应该问个3遍5遍，你才觉得我关心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在夸大事实。那么现在两个人都静下心来，想一想，到底是对方那个人舍不得，还是只是觉得我们在情绪状态下夸大了这种现状？冷静之后三思再做决定。刚才女生在场上讲述自己内心觉得不公的时候，那种痛苦的状态深深的影响到了我，我深深的被你拽到了那种痛苦当中，我都跟着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客观的讲，这事情有那么痛苦吗？他就是因为奶奶生病了要早点回家。我不知道你内心对婚姻对情感有怎样的煎熬，但是真的想要走出痛苦，只能通过自己改变对生活的看法来改变痛苦的现状。而且你看你的那种痛苦能够吸引来什么？你把所有的情绪和痛苦扩大化，能够吸引到的真的就是你男朋友这个样子。他非常自我，他的情感圈子是封闭的，只有这种人才能和你在一起。如果他是一个像我一样，你才说了2句痛苦的不得了，我在旁边我也被你拖进这种痛苦黑暗中，别人受不了的。只有他这种封闭自己的感受，只对内不对外，只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，才有可能在你身边。你能听明白我说的逻辑吗？你想要一个爱你的人，和你感同身受分享情感的人，你必须自救，自己先快乐起来，先不要痛苦，才能找到一个愿意和你分享快乐的人。所以如果你不调整，你这段感情就算将来失败了，下一段开始依然是痛苦的。希望你能够早点找到让自己解脱的方法，好不好？不要让自己那么夸大痛苦，那么难过，生活那么多美好呢，对吗？对。男生确实是太自我了，确实是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不在乎别人。那要不就别谈恋爱，你自己一个人去在意自己好了，这个下雨不要把鞋淋湿，对吧？但如果真的去恋爱了，那我觉得去关怀别人，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，这是一个基本的恋爱要求。所以你可以不谈恋爱自我，但要谈恋爱请敞开心扉，否则呢自己也难受，对方也更痛苦。
所以希望你们更多的去感受对方，调整自己，慢慢走出这种不健康的状态。也许有一天，姑娘会微笑的面对爱情，男生会敞开心扉去爱一个人，去感受他的感受。好吧，祝你们将来能够幸福，谢谢。准确的来说，男生是自私，你是自卑。其实自私和自卑有的时候是一对好朋友。你会发现在最开始，相对自私的人和相对自卑的人容易相爱，因为在恋爱的初期，大家都会掩盖自己。自私的人会显得很专一，自卑的人会显得相对包容，因为他内心没有勇气，很多事情会采取妥协的状态。但是当两个人相处已久之后，彼此真实的性格暴露出来。自私的人相对冷漠，只关心自己，而自卑的人相对敏感，所以他对于很多自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，他会显得极其的狂躁。就像今天在舞台上所表现，按道理来说，一个自卑的人不会像你那么样高声的嚷叫，但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处于强势的位置，非常愤怒，而男生却相对于平静。说实在的，我一点都不看好你们，因为我觉得一个自私的人无法给一个自卑的人带来某些安全感，并且引导他走向强大，而你也同样无法去引导那些自私的人。你们彼此之间给不了对方性格当中缺陷的弥补，所以其实我建议的是，你们各自的认知自己，把自己性格当中缺陷的那一面认知到，然后丰满起来。你们俩之间不适合谈恋爱，这是我的意见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有的时候承认现实挺重要的，对年轻人来说。接下来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。我就是想让你以后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需要改的地方，然后我自私呢，我也在慢慢改，我也会改正。我喜欢你，特别特别喜欢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可是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，可以有事儿考虑到我，让我看到你的在乎我。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。请亮灯吧。唉，人生最小的要求实际是最难实现的。我要求你在乎我，如果我想在乎你，早在乎了。好了，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在接下来的环节中，我们将解答一下抖音 APP 上的朋友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。接下来进入抖音爱情小课堂。走了，宝宝，下站去哪？你说。去哪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回家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有病啊！吃炸药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看看你拍的这都是些什么呀？这个女生是我吗？我是小矮人吗？这都是些什么表情啊？我的眼睛睁开了吗？啊！你怎么就能刚好拍到我翻白眼的样子呢？这都是谁呀？别的男的都不会拍照，我这都是好的了。你要不找个摄影师当男朋友吧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照成了女性朋友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，所以考核一个男朋友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指标，就是拍照拍得好不好。很多男士呢为这个东西发愁，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像这种硬性技巧是一定要学习的，学习使人快乐，爱情也使人快乐，为爱学习使人双倍的快乐。学习吧，兄弟们！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在抖音开通了账号，大家赶紧下载抖音短视频 APP 关注我们，还有很多爱情告白精彩视频可以观看。下面当然是要看这对情侣自己选择的时候了。来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不然你不会这么太发现你正在好好磨合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哎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
老师们说自私，然后我也会改正。然后你说的关心呢，我也会考虑你的感受。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难独占，没有谁能取代你在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拥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